好，老师今天要带来一个呢，我很想做，我也曾经做过，最后我放弃了，是因为我觉得哇，做今天这个是广式月饼，我觉得好难哦。但是老师刚刚说别紧张，我一定会让你学到会。我们来看看老师今天带来的广式月饼。是好，我们今天带着思涵跟所有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建立信心。它其实一点都不难哈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呢，现在开始来准备外皮的材料。这边呢，我们准备一个搅拌缸哦。如果观众朋友家里有这个桌上型的搅拌机，是很轻松的。没有没关系，我们就准备一个盆子，那把所有的材料放进去，把它慢慢的用这个手持式的搅拌机，也是可以把它搅拌起来的。现在加进来的这个呢是面粉。低筋面粉哈，要先过筛好，我们先把它倒进来。接下来呢，要加进来几个材料哈。第一个做广式月饼的特色是它里面加的是这个中式的转化糖浆，把这个糖煮成焦糖，煮了焦糖之后怕它硬掉，所以在里面加了柠檬，把它放在罐子里面腌3个月。那这个糖浆呢就变软性的糖浆，你放再久都不会变硬。那如果说国外的观众朋友你买不到这个转化糖浆，你就用蜂蜜来做。但是味道不一样。这个是糖香味，蜂蜜是蜂蜜香味。你吃起来会觉得味道不太一样。那再请问一下，我住在加拿大的朋友一定也会问我，我们加拿大什么没有？就是枫糖最多。是，也可以吗？可以，但是呢，就变成加拿大味了，就不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味道。那时候就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大，就是香气不同。OK， 好，做起来差不多。OK， 就这个形口感一样，但是香味不一样。所以呢，观众朋友们买得到这个广式的转化糖浆，就用转化糖浆做；没有的话，我们就用蜂蜜啊。加拿大的朋友就用枫糖。好，那我们把它加进来。广式月饼，它的特色就是饼皮是柔软的，充满香气的，那里面的馅呢是扎实的。这个是皮薄馅多。标准的中式的月饼，皮薄馅多。好，那它的特色呢，除了广式月饼的糖香之外呢，再加进来这个油很特别，叫做花生油。花生油加上这个广式月饼啊，它们两个搭在一起的味道就是特别的香浓，反而变成了它的特色。所以这时候千万不要说我喜欢这个橄榄油就加橄榄油，加了橄榄油就不对味了，就变成意大利的月饼就不对味了哈。OK， 好。那我们要让这个饼皮，因为这个糖浆呢，基本它是酸性的糖浆，那我要让这饼皮做起来比较容易上色，颜色烤起来好看，所以我们在里面加一点点碱。那这个碱就是为了让它酸碱中和用的。那碱呢，不用特别去买什么碱水之类，不用，自己调。我们这里准备的是小苏打粉，小苏打粉加上这个冷开水，把它们两个呢混合在一起，那搅拌，它就是碱性的了。但小苏打粉呢，请注意要买食用的啊，不要买我们洗锅子用的，那不一样啊。现在超市有洗锅子用的哈，对，要买可以食用的哈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把它放到这个搅拌机里头来。现在呢，我们先调这个慢速我们先把它调，让它搅拌个1分钟。先把这些粉啊、糖浆啊全部混合起来，然后再转中速搅拌5分钟。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这边让它开始搅拌，颜色越打越白，然后越来越均匀细致。对，我们那就慢速搅拌1分钟，先把粉打匀了，中速搅拌5分钟就可以了。可是老师不怕出筋吗？没关系，就让它出筋，就是要让它出筋。对，因为我待会要休息一下。好了，5分钟到了，这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你们觉得好简单啊，好有信心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当然觉得简单，这东西都丢进去打一打。但是为什么会做那么难吃呢？配方吧，可能配方哈。好，这样子就好了，黏糊糊的，黏糊糊的。好，那我们呢，黏糊糊的呢，我们就把这个取起来哈，稍微放一下，让它稍微干燥一下，让面粉吸一下水，干燥一下。干燥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它捞出来，弄个塑胶袋把它装起来，或者是保鲜盒也行。那保鲜盒也行，我们就把它装起来之后呢，就把它送到冰箱里面去冰1个小时。就可以操作了。那如果说呢没用完，摆在冰箱冷藏可以摆4天。那如果说我暂时用不完，那4天也用不完，你干脆就放在冷冻库去，放到冷冻库里头可以摆1个月。
哇，那每天想吃这个月饼都可以拿下来，对，分一分，烤一烤就行了，也不用说一次要烤一大堆，所以这样很方便的。哇，太好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这个皮拿去冷藏1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们来准备馅料。那这个馅料呢，老师用讲解的哈，就不要耽误观众朋友们的时间了。首先，这个是咸蛋黄，是对。那咸蛋黄呢，我们买回来把它敲开，把这个蛋黄呢捞起来，捞起来之后，先用米酒把它洗干净，因为它会有腥味嘛，鸭蛋有腥味嘛。那为什么要挑鸭蛋呢？因为无论是香味、色泽、口感，鸭蛋都优于鸡蛋。是，所以呢，我们在做这个饼的时候，通常就挑这个咸鸭蛋来做。那我们用米酒先把它洗干净之后呢，用米酒泡一下。当然，您家里有其他的白酒都可以，白色的酒，例如说这个高粱酒也行哦。那把它泡个10分钟左右，就把腥味去掉，捞出来放在烤盘上面，就放进烤箱里面烤。我们用100度的温度烤15分钟就可以了。哦，这个温度很重要哈，免得说把它烤得很干，对不对？是，大约8分熟，因为我待会还要再烤一次。是，如果我们这里烤得很熟了，很起泡了，又烤第2次出来的口感就太干了，没有 Q 度了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这边呢，观众朋友们笔记啊，因为我做蛋黄酥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处理的。好，100度烤15分钟，烤出来呢就是现在这样子了，金黄的，亮晶晶的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如果没有用完，保鲜盒装起来丢到冷冻库里头，我要用的时候拿下来退冰，又可以用了，很方便的。所以我们一次可以先烤一些起来备用。好，那这个咸蛋黄的部分我们就交代完毕了。那今天呢，老师在里头加了一个秘密武器，燕麦对不对？哦，好好吃哦，这个月饼是 QQ 的哦。好，这个是燕麦，不是燕麦片。OK， 我们外头买的燕麦片呢，就是把这个燕麦压薄了。是，但是呢，它对于我们人体的 GI 值来讲有很大的差异。燕麦叫原型食物，不是圆的方的圆啊，是这个原始的原，对，原来的原，它是原型食物，它的 GI 值低于55。就我们一般人吃了，我的血糖不会这样子很快速波动的。那燕麦片是把它压薄了。压得薄薄的，很好消化，很好吸收，但是血糖只会飙到85。糖尿病患者呢，或者是我们要这个体重控管的呢，就比较不适合吃这个燕麦片。那我们就吃燕麦。那这个燕麦呢，我们要包饼啊，它会有水分的哦，所以呢，麦麦建议大家是稍微放到锅子里面炒一下，让它变成这样粒粒分明，把多余的水分稍微炒干。可是有 Q 度，对不对 ？Q 的，对，很好吃，这很好吃哦。好，那把它稍微炒干，不要让它糊糊的。好，那另外这边准备的就是红豆沙了。红豆沙这个观众朋友们就不陌生了嘛，哈，这个好处理。那麦麦的红豆沙是自己煮的，一样就是我们红豆泡水之后呢，煮成一锅红豆汤。那我们先把那个豆沙过滤出来，在这个瓦斯炉上面炒一炒。那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？我可以控制糖的量。把多余的水分炒干就可以了。那这里面呢，麦麦只有放海藻糖跟赤藻糖醇，没有放蔗糖，所以今天这个月饼吃起来，它血糖值是不会波动的。它也没有加油吗？一点点，这大概就是1分油就可以了。就总重量的10% 就够了。好，那这个呢，我们要做馅料呢，麦麦就先把这个燕麦加到这个红豆沙里头来。那豆沙是麦麦自己炒的，所以你看它是干的，没有很多油的。而且麦麦放的油是奶油，我不是放一般的沙拉油啦，或其他的什么油没有，所以你看它很漂亮。对啊，对，而且感觉就好像很 Q 很细致，对。煮好的燕麦饭倒进来，好，那我们在这边呢，稍微把它抓一下。我跟你保证，这个超级好吃的 ，Q Q Q， 很好吃了，而且非常的有营养。好，这样子你看。看起来就好好吃，对不对？哎呀 ，QQ 的哈。那这个2个凑在一起哦，总共30公克。那子咸蛋黄呢，有大颗有小颗嘛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称法就是分法呢，先把这个咸蛋黄摆上来，好，然后再加这个红豆燕麦饭。把它加上来，你看这样子的干度是刚刚好的，一点都不粘手。好，然后呢，2个加起来到30公克就可以了。所以这个口感超好的哦，观众朋友们可以试试看哦，这样子好。
把它揉一下，然后呢稍微把它推开，然后我们里面包上这个，哇塞，顶级的，这样行了，行了，超棒的，这样子。对，我每次呢，尤其那时候在。当然，现在不是说只有中秋节才吃得到了，是啊，随时都可以买得到。但是呢，在住美国那几年呢，就是中国超市里面也是大概中秋节前才会卖嘛，是。每一年呢，那个价钱呢，我从好像36块左右一直买到40几块钱。莲蓉啊？双黄莲蓉，它里面就4个，对，好贵哦，40几块耶，40几块。好，我们来准备。那我们的馅料准备好了，饼皮也已经冰了1个小时，冷藏好了。现在呢，我要把它包起来。那我们先把这个皮呢，看来，所以我们用这个塑胶袋装很方便的哈，这样子。那这个皮的部分呢，我们1颗就是20公克，所以皮比较小一点点，1颗20公克。我们这边先准备20。老师通常都是皮30馅20，不是吗？皮薄馅多啊！我们广式月饼是皮薄馅多的，对，没有错，真的皮很薄，然后里面都是馅料。哎呦，吃那个莲蓉啊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对，我们下次来做这个莲蓉双黄。哎呀，这个光想到就觉得开心。好，我们做6个，准备6个。好，那这没用完的，我们再把它收起来哈。收起来之后呢，一样可以摆到冷冻库里面。这个饼皮呢，我们要包之前要滚一下面粉，这个是高筋面粉，我们这样子滚一下。滚这个面粉的好处啊，就待会呢，做起来哦，它会比较定型，形比较漂亮。哦，对，所以我们要揉一揉之后丢进去滚一滚，不会粘模型，对不对？不会粘，比较不会粘模型。好，这边滚好的呢，我就把它丢进来，谢谢。这样子，好，把它丢进来，我们可以在里面这样稍微把它滚一下 ，OK， 滚一下，里面滚一滚，好，滚一滚之后，我们就这样把它搓一下，把粉揉上来，让它均匀一下，然后呢摆在旁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这个20克的皮。30克的馅，皮薄，馅比较多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始准备了哈。揉一下呢，先把它慢慢的压扁，在手掌心里头把它压扁，压扁。好，如果会粘的话呢，要再拍一点点面粉哦。如果会粘的话，拍一点点面粉哈，比较不会粘。拍好面粉之后，我们就把这个馅料摆上去哦，轻轻的。慢慢的，就是一只手往下推，一只手往上塞，那2只手呢是要合作的，这样子，一只手往上推，一只手往下塞，把它们2个包起来。对，哇，思涵包得很好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在包的时候，观众朋友们要注意哦，就是馅要比较低，皮要比较高，好，这样子你就可以轻轻的这样一捏就包起来了。好 ，OK， 很好，那再把它揉圆，这样就1颗就好了。这样一个就好了，好，再一次哦，这样在手掌心里面把它压平。可是老师，我的好像不是很均匀。没关系，等一下我们再推，再稍微把它推一推就行啊。不会啊，很好啊，很漂亮啊，这样子好，把它慢慢的推，慢慢的这样推，把它塞进去。好，轻轻的。很好玩的哈，手感很好，这个手感很好。这样，我们在它身上，因为我们要压模型哦，要让它定型，有一个形状出来。对，滚一点粉，等一下压模型比较不会破。这样哦，原来高筋面粉哈，高筋面粉，所以也可能观众朋友以前有做过，然后做起来奇怪，为什么一压模就破？那因为你没有滚面粉哈，因为而且那个膜很难破啊，对，然后那弄半天，对，面粉要滚得够。那老师今天带来的这个是一个福袋的造型，做起来这个漂亮的福袋。那当然我们希望中秋节嘛，在过节啊哈，那我们把这个福气呢装袋，然后圆圆满满的送给我们的好朋友们。对，那我们这个呢上面滚上粉，那不管你是木头压敲呢，还是这个方便的模来压呢，它都比较不会破。好，那我们这样子把它放上粉之后，就滚圆嘛哈，稍微滚圆，然后这个造型做好，那把它一放进去，这样放进来，那我放在桌面上，因为它这有弹簧的哈，可以压一下，再
2下，2下，好，然后就轻轻的把它推出来，这样就好了。哎，一个福袋就好了，福气嘛，哈，天哪，真的好可爱，很可爱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呢？因为我们等一下要烤培了哈，烤培呢，我不需要这些多余的粉，要做这个粉呢，在上面沾粉在上面的用意就是保护它，以避免它一压膜就破了。好，所以呢，上面要沾高筋面粉，而且你的量一定要够多。但是烤培前你要记得要把这个多余的粉给清除掉，要烤之前要把它刷干净，这样子呢，烤起来呢，比较好看。对啊，很容易就脱模哎，所以一定要抹上这个高筋面粉，而且像老师说的，要抹多一点哦。是。把多余的粉清掉。那我们呢？这个饼皮啊、馅料啊，一次准备起来。不建议您就一次把它烤完，对，一次把它烤完。那我们呢，放到冷冻库里头，就是烤好的冷冻。那我要吃的时候拿下来退冰啊，回不回烤都可以。哇，退冰了就可以吃，就像凤梨酥一样嘛，是，做好就可以放冷冻。对，所以倒不如就直接把它烤熟，这样子 OK。好，那到这边我们就要放进烤箱。那烤箱的温度呢，上火呢大约是210度，底火呢我们大约就是放到190到200度左右。那我们放进去呢，先烤8到10分钟。这样子微微上色的感觉好了呢，我们在上面帮它化妆一下，因为这样烤出来的饼没有亮度。鸡蛋的蛋黄是好，那我们呢把这个鸡蛋的蛋黄先过滤一下，过滤好。那过滤好，如果家里有一个东西叫做味淋，那这个米粒呢可以加一点，你烤起来的饼呢就会特别的亮。好，那我们呢这鸡蛋的蛋黄呢，我们加一点点米粒可以，那把它刷一点点薄薄的，那不能多，所以我们沾一点点之后呢，很轻的刷在它的表面上，轻轻的刷上来。轻轻的这样刷，哎，有没有看到一刷就有亮度出现了？是，这样就亮亮的。如果说没有刷，它烤起来就像饼干这样雾雾的。是，但我们刷上去了呢，第一个上色，第二个呢亮亮的，这样。但是不能多哦，一多呢，如果万一把这些里面的造型啊塞住了，就不好看了。好，这样子呢，我们从第1颗开始刷到最后1颗，这样子叫1遍。是，好，我们要刷2遍，也就是说我这样刷完了，再来1次，第2次再来，哇，这次又觉得更加分了，更好看，这样更好看了。好，我们刷第2遍。好，再刷好了之后呢，大概进去再烤个2、3分钟就可以了。真的烤的时间很短，很短，因为大概10到12分钟。是啊，因为中间的馅是熟的。是，这个烤了呢，大概2、3天它会回油，回油就会有这个亮度。所以我们要2、3天才可以吃吗？正常来讲，当天烤了当天吃，出炉就可以吃的是熟的，但是口感会像饼干。放到它冷了之后，这个有一点点裂开的感觉的地方就会缩回去了。第3天回油之后，饼皮就会有点带软一点的感觉了，就是我们标准广式的这个皮了。吃广式月饼的皮，这种比较柔软一点，柔软一点的话就让它熟成，而且您会发现它有亮度，亮度就出来了哈。那这个是熟成3天之后的状态。OK， 好，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啊！我们的麦天金老师又给大家带来非常惊喜的这个广式月饼，而且它这个里面加了这个熟的这个燕麦呢，也是为我们所有厨娘的这个观众朋友特别设计的哈，它都还没有发表，啊这么养生的一道这个广式月饼啊，我希望观众朋友呢，也都来尝试做看哈，像我今天回去我就要做了。OK， 谢谢老师，谢谢全球观众朋友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喽，谢谢。